你绝对没吃过这样的东北烤冷面。哇，这么多糖！原来烤冷面是这样烤出来的。都说东北饭张力超绝，在吉林3天连吃11顿，才发现真正的东北震撼才刚刚开始。吉林的朋友，到你家楼下啦，下楼吃饭。零下15度的吉林，当地人把烤肉锅吃出了层层的花样。上菜了，上菜了，上菜了，快快快！哦，直接就下了哈。对呀。哎呦，好快啊！就是进店不到2分钟吧，我们点完之后，擦，全部涨满。咱点火仪式开始呗。那开始呗。酒精灯上架起小铝盆，倒入鲜牛肉，边烤边吃，是吉林人80、90年代的家庭记忆。因为不断翻炒扒拉，所以又叫扒拉锅。整个小铝盆的作用就是它薄啊，整个牛肉呼呼的，马上就热起来了，每一个地方都在冒气泡。先选一口肉吧。烤牛肉，烤牛肉。多汁鲜嫩。它香料味很足，然后还能吃到那个牛肉的那个鲜味儿。咱这个吃一点这个吉林的搭配吃法，要用这个牛肉蘸这个麻酱。哇，神奇吧？你说它是吃的是烤肉，它给你在锅里扒拉，像是在炒肉；你说你吃的是炒肉，它给你来碗麻酱，又像是在吃涮肉；你说是吃涮肉，它给你来份苏子叶，又回到了烤肉。然而这还不算完，吃吉林烤肉必须加上脆爽的东北酸菜。上酸菜一定要用煎过牛肉之后的那个油再去煸煸这个酸菜，特别的香，这才是在吉林吃铝盆烤肉的灵魂吃法。老毕了，这酸菜里面全是肉汤。一旦酸菜放进去，生菜、苏子叶就不太需要了。小铝锅吃到最后，有油有肉有酸菜，这时候干什么？可不是买单啊！这是最后一个尾声，续汤成火锅了。这时候你千万不能走，混合了酸菜汁儿和牛肉汁儿的锅底下什么？当然是吉林烤肉的终极必杀技方便面登场。盆小了，盆小了。如果你想吃的话，请扣1。我的妈呀！这口为今晚咱们的烤肉收尾。我满足了。一顿过瘾的烤肉泡面下肚，吉林人的冬天开始了。哎，你看我，哎，你怎么骑？哎，烧子，烧子，是你点的鱼香肉丝不？吃饭啊，还有地三鲜。在东北街头随便走进家馆子，就进入了一个趣味横生的快乐老家。咋打不开门？是啊，这就是东北的门。你看它贴多厚的密封条，看隔温挡风，新鲜的大葱、尖椒摆了一大盆。这一看就炒地三鲜的。可以行哈，开了10公里吧10公里， 10公里，我们开了1000多公里吧。我们从上海过来。38，你开过来油钱多少？少20块钱，星期4好，200。本地人开车10公里来吃的东北菜，究竟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惊喜呢？你可以看一下这儿的价格，最贵的28，最便宜的10块。更没想到的是，即便如此便宜，竟然所有的菜还能点半份，而且全部现成。我请您吃锅包肉大份儿、鱼香肉丝小份儿、溜肉段小份儿、地三鲜小份儿、糖醋明太鱼小份儿、尖椒干豆腐肉炒小份儿，97，8个菜1斤米97。我头一回拿盆吃锅包肉，这一盆28块钱，全是肉啊！全是锅包肉，一定要吃这个酸甜汁儿泡过的，这么大片儿。还有呛味儿呢。哇！这是6块钱的酸菜粉，肉炒。对呀，酸菜粉不只有酸菜和粉，它还可以放肉丝。酸菜粉拌饭呐。不好，拌好好吃。
别看这份酸菜粉6块钱，后厨全部都现炒，甭管你花多少钱，不糊弄事儿。这是我最喜欢的尖椒干豆腐，这一盘的话就是7块，13块钱溜肉段，鱼香肉丝12块钱。里面这几道菜各是各的味儿，每一样都是它标准的味道。哎呀，鱼香肉丝到这个饭盒里头就太标准了。对，太合适了。酸甜咸口，我特别喜欢吃东北的鱼香肉丝，配上米饭，挂上汁儿，每一粒米都裹上酱，永动机。哇！以后快餐店就盼你来洗碗啊，少雇个洗碗工。鼓掌。下午2点之后，果然外卖员越来越多。还有快递小哥，哇，这帅，这衣服帅，这衣服帅。他们开门进来就跟这回自己家吃饭一样，咔咔直奔里边。加入投币。哎，你们一桌吃饭，这是天天在这儿取餐可以免费吃？不对，大姨在开玩笑，不对，那我明天我也来这儿取餐了。行，那我们走了，阿姐。常听吉林朋友说，在外地吃东北菜，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拜拜。大概就是缺了这种进门即回家的热闹劲儿吧。而出了门，不冷，我还行，不冷。你看看那帮人吧，就是那个。哎呀，看见东北大秧歌就高兴，是不是？看我们东北的特色，今天你们赶着了，一会儿你再看看我们马上走模特啊，马上走模特，马上模，大美吉林欢迎你们，欢迎。那么请收下这份吉林模特队的欢迎仪式吧。大美吉林欢迎你。来了吉林，要是没吃这几样小吃，当地人可不答应。煎粉是把红薯淀粉在铁锅里煎得金黄软糯，浇上酱油汁、蒜末、麻酱汁和辣椒粉，一定要配颗卤蛋，戳碎了拌着吃才是灵魂。当地人吃煎粉还总爱搭一份鸡汤豆腐串儿。东北神级甜品雪衣豆沙是把打发的鸡蛋清用120度的热油反复泼洒，变得雪白滚圆，口感极致蓬松。而吉林的烤冷面，我打赌你没吃过。根根分明的冷面排列整齐，刷上辣酱，在炭火中烤得冒泡，再撒上干料、白糖、陈醋，充分的融合。糖吗？哇，这么多糖！这么多呀？要分一份的。原来烤冷面是这样烤出来的，是不是？不带掺假的。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哎，你说啊，烤冷面它是真是冷面条，说酸甜就是醋和就是糖，就是烤，就是烤。看看啊，在吉林出现的酸甜炭烤冷面，那是闻着味儿呗，细的，闻着酸甜味儿吗？闻着没？香的、辣辣的，滋了冒油的。来，那我尝一口是吧？来了，哎呀，哇，好哏角，筋道的。你整身上去。叔担心你别整身上，没事儿，为冷面值了，有嚼劲儿，然后咯吱咯吱的，酸甜平衡刚刚好。叔又是吉林人吧？地道的吉林人，主要是你们感觉你叔特别爱笑我爱笑，我心态好啊。那人能造血，咱造不了，咱没那文化，咱烤冷面把冷面烤好了就行了。行行出状元，滑雪、滑冰、打篮球、打篮球、打乒乓球、游泳、撑杆跳、撑杆跳，全会。哎呦，多少岁呀？其实的吗？你其实啊，看不出来，其实。如果年轻50岁，叔叔滑雪应该是这样的吧？在吉林，令人惊叹的不只是滑雪，还有哇，雾凇！我也是看见了，这大早上没白起。看，哇，太美了！
松花江畔的冰天雪地孕育出了如此震撼的美。而生活在冰天雪地里的吉林人，也有自己钟爱的御寒方式。今天中午炫顿砂锅，来吧！一进屋我就是一个脱衣服，太热了，这室内室外温差上下得有个20-30度。吉林砂锅的灵魂就在于下料绝不手抖。滚烫沸腾的砂锅里放入满勺的麻酱、麻油、辣椒和白糖。哦，这么一大勺，这是正常啊。这还都是在滚着的时候加进去的。吉林的砂锅就得这么吃。上桌之后，第一步最重要的，一定要给它搅拌均匀。来了啊！我这砂锅啊，2勺辣椒，2勺麻油，1大勺麻酱。第一口，东北砂锅。哦，我们吃了之后真好吃。我这超麻超辣，整个那个麻酱裹的呀，那个厚啊，麻酱的香加辣椒麻油的麻，有口味有口感，嘴里面的那个感觉就让你停不下来。哇，真的有触电般的感觉。对了，千万别以为这是麻辣烫，东北大姨会告诉你，这就是砂锅。麻辣烫是麻辣烫，黏糊麻辣烫是黏糊麻辣烫。吉林分这么清楚吗？而且麻辣烫呢菜多，砂锅就里面面。哦，是煮。哇塞，2句话明白了，严谨。那我不吃了，我吃黏糊麻辣烫。谁？我这个冷面茶勺点着了，都是那种带点韧劲儿的感觉，是那种有那个互相撕扯纠缠的感觉。你别说你在哪儿，你就算在三亚，我也能崩着你。对。要说吉林锅子的2巨头，除了砂锅，另一个当然是火锅。吉林的火锅不一样，叫乌拉火锅，在满族语里面是沿江的城市的意思。乌拉火锅的精髓就在于那锅鲜掉眉毛的底汤。居然没想到这锅底里头还能有螃蟹，什么蚬子肉、瑶柱、虾，再弄上4种骨头炖。我们这样算上的话，这个锅底它总共用了16味料。乌拉火锅的特色啊，先喝汤。确实鲜。你想想，外面要是冰天雪地的，寒风凛冽，零下18度，屋里头100多度的火锅沸腾着，什么感觉？就是我此时此刻的感受。乌拉火锅的标配就是薄如蝉翼的五花肉片，烫完之后也是晶莹剔透的，搅拌。哇，完全不腻，锅底的那个鲜味儿，又有肉香，还有芝麻酱的香，清脆爽口的东北酸菜和弹润香滑的血肠。给大家展现一下我的吃法啊，这样血肠配酸菜，麻酱再往上一盖，你这都当盘菜上了。那必须的。一口就化掉了，特别嫩的血肠，哎妈呀，过瘾！这个锅底啊，涮啥都好吃，我觉得。我要是格格，我都能吃成满族第1壮士，第1巴图鲁，巴图鲁格格。能俘获巴图鲁格格的，除了乌拉火锅，还有吉林的早市。在东北，早市永远有股过年的味道，食物满满当当的挤在一起，不知为何让人看着心里就踏实。100一块3，是来3张10块牛馅饼的。来，等我啊，干等我，大等我啊！来，1手1块5了啊！来，苹果把这上去了。听见没？大家都在叫卖着自己卖的东西，好几回了，我都以为打起来了。来，苹果把这上去了。点赞啊！哎呀，这么突然啊！大哥，你有吆喝吗？开机，广东广西全砂糖橘便宜卖了，卖你3斤10块钱，10块钱给你3斤了，大橘的都是薄皮的，没有籽儿，嘎甜，真甜呐！大宝贝儿，快来买吧，可好吃了。而在吉林的早市，当地人好像总会把你当成孩子。啥面的？开锅你尝尝啊，好吃这个，好好看。你尝尝爱吃不？谢谢。外地人的一个小招，我让我先尝尝啊。哦，怪不得好吃。糯的有点发黏都，然后下边特别脆，里边的嘎是焦的，嘎子。不冷啊，回来再放点点啊。我还行。给你这一拿回尝尝，不是红糖和大枣做的，这么大，就拿回尝尝。行，谢谢。
离开吉林前必须得吃顿饺子，看似家常，却在东北大姐的手心里翻出了花样。饺子好了啊！我跟你说，在东北吃饺子就挑馅儿，有很多馅儿啊，离了吉林它就不是那个味儿。比如说酸菜猪肉馅儿的薄皮儿，你看这饺子真的像一个金元宝似的。哎，金元宝好，吃了都发财啊！来，哇，它牛就牛在哈，它能锁汤，蒸饺能把那个肉汤啊、酸菜汤全都锁在这个馅儿里面。很多人可能离了东北之后啊，想吃一口正宗的酸菜馅儿的水饺，很难。那这个回家就必须得吃水饺，以汤代酒，跟各位干杯。就是在吉林吃饺子的时候也有点说法，到了周末的时候，后面会有京剧的表演。这个京剧，它来了。来之前根本不知道，原来吉林是京剧的第二故乡，所以饺子馆里听京剧是吉林的一大特色。但更没想到的是，饺子馆里竟然还有个博物馆——吉林史话博物馆。博物馆里收录了很多吉林的老照片和历史物料，还有专门的店员会为参观的人免费讲解。吉林在最鼎盛的时期是有2800多个工厂。多少？2800个。2800多个工厂。所有家具的这些东西呢，基本都是吉林生产。这就是一个吉林人的家。在吉林，好像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一些味道、一些记忆。在街边很老的糕点小店，爷爷给我们介绍，他的模具用了100多年。这模子吧，一直流传到现在。这个吧是一个寿星郎，传到我这已经是第7代人了。所以咱家这个糕点店吧，始终就是传统的做法，传统的配方。在连招牌都没有的烧烤店，一进门扑面而来的是从前吉林人的家。管够啊！报纸糊墙，坐在热炕上。我叫白云，我是黑土。而比起满柜子的烧烤，老板更想让我们尝尝他自创的烤方便面。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吃这个方便面，就对这个东西特别喜欢。除了东北没有这个方便面。完有一天我试一下，烤完这个方便面特别香。他们热爱这里，所以想让更多人知道吉林。随便照啊！有机会来我们东北玩啊！好。云南石林桂林山水，长江三峡，吉林乌松。寒江雪岭玉树秋花，吉林书画名不虚传。溜达看看雪了，看看雾凇，这地方消费低，10块钱能吃饱饱了。那么最后想请你一起看看这片承载了无数吉林人热忱和记忆的土地吧。Come with me, and you'll be in a world of your imagination. Take a look. 吉林市当时的工业制造基本上涵盖了人类生活的全方面了。但这个每个商标背后就是一个甚至好几个工厂，当时这个吉林最辉煌的那个阶段，这都在这儿。我们讲到这块时候很骄傲、很自豪，但是可能要一问到这些厂子还有多少，我们也会觉得心里不是太爽。你姑娘也上哪儿去了？现在在杭州。她要回来吗？不回来。那您希望她回来吗？怎么说呢？你要把孩子培养好了，对不起，那就相当于失去这个孩子了。习惯就好。习惯。现在吉林变化大不？还行，挺大。现在也没人大城市好。这你那上海咋比这强？要搁你的话，你愿意去在哪？那咱是吉林人，肯定吉林好了。啊，故土难离嘛，你再上哪也不如这。
姐，回家吃烧烤了。